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明明刘学义外形更帅，为什么欢瑞只捧程毅不捧他？原因原来在这：一、刘学义的演艺之路在中国演艺圈中有这样一位演员，他的名字叫刘学义，出道已近13年，却仿佛还是个新人。然而，若要论外形条件，刘学义绝对是顶尖的存在。183厘米的身高，宽肩窄腰的好身材，浓眉大眼的俊朗面容，无一不是成为明星的绝佳条件。他的长相周整，是典型的中国大帅哥，比同公司的任嘉伦、程毅都要帅得多。这样的条件本应该让他更容易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，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。这些年来，刘学义主演的作品屈指可数，仅有2部小成本网剧。这2部剧的女主都是名气不大的小演员，制作规模也相对有限。但即便如此，刘学义的表现依然出色，每次出演都得到观众的认可，比男主演得好的评价不绝于耳。在每一次站在镜头前的时候，刘学义的眼神中总是透露着坚定和渴望。他深知自己有实力，却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机会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刘学义并没有选择放弃或者走捷径，相反，他保持着一个演员应有的职业操守，安安分分地专注于演戏工作。这种态度为他赢得了老干部的美誉，虽然在快节奏的娱乐圈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但也体现了他对演艺事业的执着和热爱。再等等吧，他总是这样告诉自己，机会总会来的。带着这样的信念，刘学义继续在演艺圈中默默耕耘，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个闪耀时刻。2. 程毅的崛起与刘学义的沉寂，娱乐圈的风向总是变幻莫测，而这种变化在欢瑞旗下艺人的发展轨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就在刘学义默默等待机会的日子里，同属欢瑞旗下的程毅却如同一匹黑马，横空出世，迅速崛起。程毅的成功之路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。首先是《琉璃》的播出，这部剧让程毅小火出圈，迅速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。紧接着《莲花楼》的热播更是将他推向了更高的人气巅峰，让他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流量小生。而当程毅在国漫改编古装剧《狐妖小红娘》中出演备受欢迎的王权富贵时，他的人气可以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这一系列的资源配置无疑是逆天级别的。回想起在《青云志》中与程毅一同出演时的场景，刘学义不禁感慨万千。当时的他们都还是名不经传的小演员，而现在曾经在颜值上被他秒杀的程毅，却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这种巨大的反差，不得不让人深思。看着程毅接连不断获得优质资源，刘学义的心情难免复杂。他不嫉妒，但难免感到些许失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问题如同一根刺，始终扎在他的心头。然而，作为一个被称为老干部的敬业演员，他选择将这些情绪藏在心底，继续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。与程毅的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学义的资源困境。尽管条件更好，演技更出色，但刘学义却始终未能获得与之匹配的机会。他的资源可以说是虐到家，常常只能在一些小成本网剧中担任男主，或者在大制作中跑跑龙套。这种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疑惑，为什么条件更好的刘学义反而得不到好的发展机会？是不是得罪了公司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刘学义这些年来始终安分守己，没有传出任何不好的绯闻，也不走黑红路线，不搞八卦炒作。那么，
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这个疑问或许只有欢瑞公司内部才能给出答案。3. 欢瑞的商业策略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，观众看到的只是台前的光鲜亮丽，而真正的决策往往发生在幕后。欢瑞作为一家老牌娱乐公司，其运作方式自有其道理，而这些策略直接影响了旗下艺人的发展轨迹。欢瑞的策略转变可以追溯到一个关键事件：当任嘉伦因《大唐荣耀》大火后突然宣布已婚，这个意外着实打了欢瑞一个措手不及。这次经历让公司意识到，太容易爆红的艺人可能会更难控制，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年轻、更易掌控的程毅身上。对于刘学义，公司似乎采取了一种放养的策略。欢瑞认为，以刘学义的条件，给予好的资源很可能会迅速爆红。然而，爆红的艺人往往更难管理，因此欢瑞选择让刘学义自生自灭，靠自己的运气去闯荡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的资源总是优先考虑程毅，而非刘学义。这种策略听起来残酷，但在资本的眼中，一切都是利益考量。欢瑞不做亏本买卖，就连当红花旦杨紫在离开公司时都要脱一层皮，演完沉香如屑才被放行。在这样的商业逻辑下，刘学义的青春年华似乎被耽误了，但对公司而言，这是一种风险控制的手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欢瑞并非完全放弃了刘学义，他们仍然会给予他一些机会，比如安排他在一些作品中担任配角。这种做法既能保持刘学义的曝光度，又不会让他迅速爆红，从而保持对艺人的控制。然而，这种策略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每次刘学义出演配角，都会因为出色的表现而得到观众的认可，甚至有人觉得他比男主演的还好。这无疑证明了刘学义的实力，也让人不禁感叹他的才华被埋没。总的来说，欢瑞的这种商业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效，但也可能错失培养真正优秀艺人的机会。对于刘学义而言，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但也许正是这种逆境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演艺之路。4. 逆境中的坚持。刘学义的职业操守面对资源的匮乏和发展的瓶颈，刘学义并没有选择走捷径或放弃梦想。相反，他以一种令人敬佩的职业操守，坚持着自己的演艺事业。在这个充满浮躁和热度的娱乐圈中，刘学义显得格外与众不同。他不炒作，不制造绯闻，始终保持着一个演员应有的专业态度。这份坚持和低调的作风，为他赢得了老干部的美誉。虽然这个称呼在快节奏的娱乐圈中可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但它恰恰体现了刘学义对演艺事业的执着和认真。即便资源有限，刘学义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。他相信，真正的实力终会被认可。在每一个被分配到的角色中，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，他都全身心的投入，力求将角色诠释到极致。这种专业态度也让他在每次出演中都能得到观众的认可，即便只是配角，也常常能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刘学义的这种坚持，不仅体现在他的演技上，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。他安安分分的工作，不走黑红路线，也不搞八卦绯闻。这种低调务实的态度，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快速积累人气，但却为他赢得了业内和观众的尊重。在这个名利场中，刘学义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演员。他的坚持不仅是对自己职业的尊重，也是对观众的负责。这种职业操守，或许正是他能够在逆境中不断前行的关键所在。5. 柳暗花明机遇降临，未来可期。就在很多人以为刘学义的演艺生涯将就此沉寂时，命运之神似乎终于对他露出了微笑。在优酷播出的《花间令》，
这部原本被认为是 B 级的小制作网剧，因为主演咖位的原因被抬升为 A 级。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部不被看好的作品，在播出3天后热度就突破了1万点，1月成为年度黑马。花间令的成功，无疑给了刘学义一个展现自己的绝佳机会。多年来被各种古欧丑男折磨的观众们，终于在这部剧中看到了一个既养眼又有实力的男主角。观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他们对刘学义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这无疑是对他多年坚持的最好回报。未来，刘学义的事业似乎迎来了转机。他还有《春花宴》和与当红女星唐嫣合作的《念无双》等待播出。这些作品能否成为他事业的新起点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经过多年的沉淀，刘学义的演技和气质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虽然道路曲折，但刘学义的坚持终于迎来了回报。从默默无闻到逐渐被认可，他的经历印证了那句古老的谚语：有志者事竟成。如今，刘学义站在了新的起点上。未来的道路虽然仍有挑战，但无疑充满了希望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、更加闪耀的刘学义。